第二章将以如图所示的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笔接收电路为例，快速入门 KiCad 的主要工作流程，即原理图绘制和印刷电路板 PCB 设计两大部分。在这一节将先介绍完整的 KiCad 工作流程，以及如何新建关闭专案。KiCad 工作流程如图所示，从建立新专案开始，经过原理图绘制及印刷电路板设计，最后为印刷电路板档案的输出及生产。原理图绘制工作流程由6个不同的步骤组成，通常可以一个接一个照顺序完成，必要时则会根据需要迭代这些步骤。例如，在步骤5中发现电器错误后，可能需要在步骤4中更改接线。完成原理图绘制后，将会继续印刷电路板设计工作流程，这部分是由7个另外的步骤组成。与原理图绘制一样，可以照顺序完成这些步骤，但通常是迭代的。在桌面双击 KiCad 捷径图示，开启工程管理视窗之后，将游标移至上方功能表列，然后单击档案，在单击建立新专案，出现建立新专案视窗，在此选择要存放工程档案的位置。这里选择的是依磁碟的 KiCad 下的 CH2 资料夹，接着在档案名称栏位输入专案档案名称，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笔接收电路。完成之后，接着确认是否有勾选为专案建立一个新目录。若还没有勾选的话，请在这里勾选。最后单击存档，返回工程管理视窗，在工程档案窗格中可看到刚才输入的专案名称。KiCad 也会自动新增与专案名称同名的原理图档和 PCB 档案，这些与工程相关的档案必须放在同一个目录，不可以将其中的档案移动到其他位置，以免工程资讯遗漏导致档案开启错误。刚刚新增的3个档案，一个是专案档，一个是原理图档，一个是 PCB 档案。这3种档案的副档名是有区别的。如果是专案档的话，副档名是.KiCad-PRO； 如果是原理图档案的话，副档名是.KiCad -SCH； 如果是 PCB 档案的话，副档名是.KiCad -PCB。这一点必须要注意。若要关闭当前正在编辑的专案，只要在工程管理视窗的功能表列单击档案，再单击关闭专案即可。如何在 KiCad 建立新专案的说明就到这边结束，下一节将介绍如何绘制原理图。